所有粉丝最关心的16个关于易控4106的问题，老詹在这里给你解答。第11个问题，速度快不快？好，这台车的速度，我认为它的速度是不够快的啊。那么即使换到了2档，我们在 3S 电池的这个行驶的条件下啊，换到了2档，它的速度依然是不快的。那么这个为什么它有这样的设定呢？因为这台车子啊，整体来说，我认为厂家的定位就是定位一个新手的入门的第一台性价比很高的这样的攀爬车。那么速度并不是它的优势，包括它波箱的整个设定，它的齿比的设定，更适合于这种低速的这种穿越，因为你整个速度和扭力是2个成反比的这样的参数啊。那么这台车子如果牺牲了速度，那么它的低速的线性也好，低速的稳定性也好，低速的扭力也好，一定是很出色的。昨天测试下来的结果也是这样的。第12个问题，可以拉人拉货吗？这个是很多玩家最容易、最爱问的一个问题。这台车子的低速的扭力，我觉得我没试过能不能拉人或者拉货啊。但是如果能够配一个拖车啊，我看有没有拖车钩，没有拖车钩的安装位没有。反正如果能够固定一个拖的小板车的话，其实拉点快递、拉点什么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要拉一个人的话，其实我认为对车的传动系统也好，对这台车的电条发热的这种可能性也好，是没有好处的。我不建议这样玩。第13个问题，适合新手吗？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已经在其他问题里面已经说到了，这台车的整个定位就特别适合新手。首先是它的性价比，这个价位我认为是目前10车里面能达到这个性能价位最合适最实惠的一台车子。那么对于新手入门的第一台车子，我认为选这个车子，选这种类型的车子是完全没问题的，肯定是相当适合新手的。下一个问题，我锁了前后差速锁，再开坦克掉头，会是怎么样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已经测试过因为后面它有一个，你锁了一边往一边打方向的时候它会锁死一个轮子放开一个轮子，让一个轮子有动力。那么如果你在前后差速锁都锁止的情况下去开坦克掉头功能，这台车子会自动识别，会把后锁给它直接就解开掉了下一个问题，在顶尖 RC 购买有没有优惠？2台车子其实价格无论对厂家也好，对我们经销商也好，利润空间已经压到了极小的这个范围之内因为以往这种车子，易控以往出的10比例的车子，最便宜的都在2000多所以这个车子我们的空间已经很小了，没有啥优惠了。但是我们 TOP-RC 为了回馈我们的粉丝在我们平台上下单的所有客户，我们赠送我们定制的一个这个贴纸贴上去呢，这台车子会更加的帅气漂亮一点。另外呢，为了避免您玩这台车子长时间放着的时候轮胎变形，我们赠送这个车子的一个支车架让这台车子如果您长时间不玩的时候轮胎就不容易变形了。最后一个问题，4106它到底有没有缺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其实作为一个工业产品无论是你是任何产品，肯定是会有缺点或者不足的。那么这台车子，我认为我作为一个专业玩家来说这台车子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想改动这台车子的一个电子设备，比如说像我刚才说过的，我想升级一下动力，那么我就必须要把它遥控也换掉。这个也算一个缺点吧，因为对于老玩家想去改装它的这个电子设备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你要换掉一堆东西，你要改动力，你要换掉一堆东西，这个也算是一个没办法去避免的一个缺点然后另外一个缺点呢，其实就是对于很多金属控来说会认为这个车子金属部件太少甚至于连大梁都不是金属的。那么在这部分玩家的眼里面，可能这个包括传动轴也好，包括大梁也好，会认为这台车子它就是一个缺点。
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不用否认啊。但是我们刚才也说过，这台车子的尼龙这个大梁，它满足了它所有的使用要求了啊，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缺点啊，但是在有些玩家眼里面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缺点。那我觉得各说各有理啊，这个也没毛病啊。它在不同的玩家眼里面，可能它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昨天测试下来，我发现这个遥控啊，这台车的这个遥控是相对有点费电的啊。那么我们昨天这种我们用的这个电池当然是很一般的这个电池啊，在路上是整个穿越过程中车没有换电池，但是遥控器换了一次电啊。那么可能这个遥控的耗电量会相对大一点。解决方案呢，就是把里面的5号电池换成这个充电的电池啊，那么在以后的这个玩耍的成本上会更加的低一点。好，那么后续我们对这台车子会进行更加暴力的耐久性的这个相关测试，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如果我们发现这2台车子如果还有啥缺点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相关视频里面来给大家做汇报。好。玩模型，关注老张，不迷路。